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脸书还有 Twitter，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2年的8月25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中级词汇。好，老师今天中文要说快一点，因为今天是 HSK 第5集哦。好。很多同学都来了哦，记得帮老师点赞，好不好啊？Give me a thumbs up。好，宋平小土豆欢迎 ，Sawadee krap， 还有裴静小土豆 Sawadee krap， 还有 King King 你好，还有 Kagda 欢迎，还有雅正 Apakaba 雅正小土豆 ，Christina Hello Christina 来自爱尔兰的小土豆，还有 Aya 欢迎 Aya， 还有用同学欢迎，还有 Zinab， 还有慧君。Sawadee krap， 还有白兰，来自突尼斯的白兰，欢迎；还有来自 Namaste， 来自印度的佳妮，还有泰国的春娇阿姨 ，Sawadee krap， 还有 Grace Mingalaba， 还有佩霞，欢迎；还有立新小土豆，欢迎。好，还有咪咪，欢迎咪咪。好，那么我们赶快来练习数字，中文的数字哦。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今天老师跑了10572。好，我们再看一次。今天是10572。好，中文怎么说10572？好，向文海欢迎10572。好，宜兴欢迎哦，还有米磊 Mingalaba， 还有我们的 G 行你好，宜兴欢迎向文海，还有我们的 Amin 欢迎。好，10572，裴静说10572步 ，Miss Mary 你好，还有 Fathan 10572步，好，米磊10572步，宋平10572，很好。Zinab 10000不见了，星星你好，还有佳妮10572，还有 Christina 10572。好 Kada 说老师今天老师跑了10572步，非常好。Hello 啾啾你好，还有雅正10572步，用10572步，还有鲜美你好，咪咪10572。好 OK， 还有玉珠尤文泰，欢迎你们，欢迎大家哦。好 OK， 那么我们准备来上课吧。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Hello Smile Jake 你好，克利来啦，克利你好，克利。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中级词汇。我们今天来学习3个非常像的词汇，这3个词汇非常相似哦。第一个叫做传达，第二个传递，第三个递，好，就是这个字而已哦，递。好，这3个词汇非常的相似，我们今天来学习它们的区别。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传达。好，各位同学，传达的意思是 to pass on， to convey。好 ，a message, an order, to convey things, to complete complaints。什么意思？传达的意思就是把 A 的话，把 A 的 order 命令，把 A 的 message 信息，把 A 的 things 谢意，把 A 的 complaints 抱怨 complaints。好，知道这些词吗？谢意 gratitude 谢意，然后刚刚老师讲的 complaint 叫抱怨，这些词你们要会。还有 order 是命令 like the general's order 命令。好，所以呢，我们传达通常会接的受词是传达命令 to convey an order， 传达谢意 to convey gratitude。
传达抱怨 complaint。好，传达把 A 的话，把另外一个人的话告诉你，或转告给你，告诉。所以各位同学，传达一定是用你的嘴巴去 pass on the information。传达一定是用嘴巴。Okay, use your mouth to convey, to pass on the information. Okay, 传达记得用嘴巴。好，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啊，这不是同义词 ，sorry。好，把 A 的话告诉 B。OK， 好，我们看一下例句，请把我的思念之情传达给他。请把我的思念之情传达给他。好，请 please。把就是 OK， 把是一个 marker to emphasize the object。好，请把我的思念之情，我的思念就是你很想念一个人，你非常爱这个人，所以你很想念他。You miss the person， 思念 miss the person。OK， 好，之情 is like 思念的感情，这里的情是感情 affection，so it's like missing affection。OK， 好，传达 convey。给他，好，给就是 to this person， 给他 to her， 给他就是 to her。好，所以各位同学，理查老师跟这个春娇阿姨说，春娇阿姨，请你把我的思念之情传达给裴静。比如说，理查老师好想裴静哦，理查老师很思念裴静，那老师就会跟春娇说，春娇，请你把我的思念之情传达给裴静，因为理查老师好想裴静哦，请你帮我把这一件事情告诉裴静哦，因为裴静跟春娇都在泰国嘛，所以理查老师没有办法见到裴静，所以春娇，请你把我的思念之情传达，用说的去告诉裴静，所以传达通常是用嘴巴，然后把某一个人的话，把某一个人的命令，把某一个人的谢意，把某一个人的抱怨、爱或思念传达给另外一个人哦。好的，the first two needs to be removed。哦，对对对 ，convey 没错 ，convey my yawning right to her， 很好，谢谢白兰，没有错没有错。好，要把第一个 to 去掉哦。传达跟转告，算同义词，差不多哦。不过传达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哦。传达跟转告的意思差不多，不过传达比较 formal 一点哦，传达比较 formal 一点。好，没问题。好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传达怎么用哦？好，传达的 grammar point，how to use 传达。OK。首先，我们要有一个人 ，someone, somebody， 像 another person。好，记得我们用像 is like to, also name is to。这个像有点是 right to the direction 的意思哦，像 another person。传达 ，OK， 我可以传达命令 ，I can pass on an order。我可以传达消息 ，I can pass on news。我也可以传达话。I can pass on the spoken words, the message. OK， 好，这是第一个语法哦，像。第二个语法，某个人 someone， 把 OK， 我们把先接 object 哦，把命令、消息、话传达给 another person。OK， 传达给 another person。So we have two grammar points for 传达. The first grammar point is we mention another person first. Okay. The second grammar point is we mention the objects first.
Okay, but remember, in the second grammar point, we have to use 给 somebody to another person， 给另外一个人啊。你也可以说传达出去 ，then you don't need 给 somebody。OK， 你可以说传达给 somebody or 传达出去。It's like to spray out, to pass on out. Okay, so 出去 means out. 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quiz。班长，班长 class leader。OK， 这位是班长哦。你们看到这个在说话的人，这个是班长 class leader。大家，好，中文的大家在英文是 everyone 的意思 ，everyone 大家传达了 pass on 传达说出去哦。好，向 to the direction to。好，各位同学，老师请假的消息哦，老师要请假了。The teacher asks for leave。老师要请假，表示老师今天不会来。老师今天可能生病了，或有事情。老师今天不会来学校。老师请假了。好，那班长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跟大家说，老师请假咯。班长要说，老师请假咯，跟每个人说。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春娇，班长向大家传达了老师请假的，不是休息，是消息哦，消息。好，慧君，班长向大家传达不是转达哦，传达了老师请假的消息。慧君，你用转达也可以，转达也是同义词，传达跟转达的意思差不多。好。B 方，班长向大家传达了老师请假的消息，很棒。好，立新，班长向大家传达了老师请假的消息。Once again， 传达要用嘴巴哦，传达用嘴巴告诉别人 ，tell others like a piece of news。or some kind of information。 好 ，Hello， 郑义礼新同学欢迎啊、好，这个短信传达给你不可以。这个各位同学传达的话，主语是人，人才有嘴巴嘛，对不对？传达我的主语一定是人，人才可以传达哦，短信没有办法传达。OK， 好。这个短信啊，你可以说而且传达是用嘴巴哦，短信没有嘴巴。好 ，OK， 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哦。好的，我们再来做一题。将军 ，General， 将军啊，这个是将军的 General， 出去 ，out，OK，out， 好，传达。好，把总统的命令 ，OK， 总统的 president 的 the possessive form 的命令 order，president's order。好，请问答案是什么？班长把老师请假的消息传达，可以的，裴静这句话也可以，没问题，很好的句子哦。好，这个句子。各位同学，这两个 grammar point 是可以 interchangeable， 没问题。这两个 grammar point 可以交换的，没问题啊、所以裴静这个句子是很好的句子。班长把老师请假的消息传达给大家，也可以，没问题。admin 你要说把这个问题传达给他，把这个问题传达给他。It's like你传达这个问题给他 ，we omit 你，你可以说把 ，actually I'm talking to you， 你把这个问题传达给他，把这个问题传达给他哦。好，Christina 将军把总统的命令 order，president's order 传达出去哦。好 ，Grace
将军把总统的命令传达出去。所以各位同学，你看这个传达，将军传达出去，所以每个 soldiers 都知道了，每个军人都知道这个消息了传达出去好，传达跟告诉一样吗 ？OK， Nita， 传达比较是从一个比较远的人告诉你，你再转告那这个传达比较正式一点传达比较正式一点。告诉通常是比较近吧，like the someone is close to you。传达 is like you know the message like from a far distance, then you convey to someone else 好。永祥将军把总统的命令传达出去。OK， 好，传达出去。哇，好多人都答案都出来了。克利，将军把总统的命令传达出去。好，非常好你们都答对了，都对了流传不一样，这个 Nekha 流传是像谣言 ，rumor， 流传是像谣言。或者是像 legend 像那个传说，可以用流传。流传 is like pass on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like maybe hundreds of years. 流传是很长很长的时间like for hundreds of years. So maybe for legends, maybe for fairy tales, maybe for rumors. OK， 好的。传达不是 spread, it's like to tell other people. Okay, 传达 means to, you know some kind of information and you need to tell other people about this information. Okay, 这叫传达。Okay, 传达 pass on. 好的，各位同学，传达它的意思就是你知道了或听到了一件事情。You know of something, you hear something, and you have to tell other people this information. So you will 传达 this information to other people, okay, to someone else. So 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know the information first. You have to know the event first. Then you tell other people. And oftentimes, this information is like a very formal message, a formal message. OK， 好，各位同学，传达有第二个意思。The second meaning of 传达 well, but the subject is not somebody anymore. The subject has to be something. 好，我们的主语不再是人了，我们的主语是某一样东西，某一样东西传达出。Oftentimes, in this grammar point, we will use 出 like out. Okay, so something like a song or a work can convey a poem, can convey a kind of feeling. 这个东西可以给你一种什么感觉？所以这里的传达出就是这个东西会给你一种感觉，会给你 give you some kind of emotion or feeling， 给你某一种感觉或感情好。所以各位同学，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传达，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可能你听到某一首歌，这个歌给你一种感情，给你一种感觉，或者是你看到一个 painting， 你看到一幅画这个画让你觉得很感动，很喜欢。So something, maybe a painting, maybe a song, maybe a poem, like giving you a kind of feeling or emotion， 这个也可以用传达传达。好，但是我的主语一定是要一个东西，不是人是东西，可能一个作品，可能一首诗，可能是一首歌曲都可以。好，我们来做题目。这首歌的思念
传达出他对妻子。好，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手是歌曲的 major word 是一个量词。好，佳妮，这首歌传达出他对妻子的思念。你听了这首歌，你可以感觉到他很爱他的妻子，他非常思念他的妻子。He misses his wife so much. You know it from this song. OK， 所以这个歌 convey， 这首歌 convey and giving you this kind of emotion and feeling。好，星星，这首歌传达出他对妻子的思念，所以你会觉得很感动。哇，他好爱他的妻子啊！好，宋平，这首歌传达出他对妻子的思念，所以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男人好爱好爱他的妻子哦。所以这首歌给我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传达出，给你这样的感觉或情绪啊。好 ，Norbert， 这首歌传达出他对妻子的思念。好 ，Fathan 说这首诗传达出谁谁谁的悲伤。好，这首诗传达出他的悲伤，也可以传达出他的悲伤，可以哦。好，很棒，你们都会了哦，你们都会了。好，柯丽说这首歌传达出他对妻子的思念，非常好，非常好哦。好，这个传达的第二个 grammar point， 我的主语通常是一个东西，一首歌，或者是一件事情，或者是一首诗，或者是一个作品啊。好 ，OK， 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词汇，叫传递。各位同学，刚刚的传达，我们说是用嘴巴，对不对？那传递不是用嘴巴，传递是用手传递一般是用你的手，所以各位同学，传递是像这样，传递 ，OK？ 简单说，传递是用手，传达是用嘴巴传达，传递要用手传递。This is 传递 ，OK？ 传递是用手好。还可能是用 social media， 不一定是用手而已，还可以用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你也可以用传递。So oftentimes when we use 传递 there's a medium, okay, but not your mouth, maybe your hands. The medium is like maybe your hands, maybe social media. 好，这个我们都可以用传递一样，因为它的意思在英文都是 pass on or like transmit， 所以我们可以传递什么呢？好，老师告诉你，我们通常可以传递 oftentimes the collocation， 我们可以传递祝福 wishes 祝福，我们可以传递知识 knowledge 知识，我们可以传递信息可以传递信息。好，所以各位同学，传递通常我们可以用在传递祝福 ，pass on the wishes， 传递我的祝福 ，to convey my wishes。我们可以传递知识，就 pass on knowledge， 传递知识 ，pass on knowledge。我们可以传递信息 ，pass on the information。对。慧君说的很好，传递是用手或社交媒体手或社交媒体。那传达是用嘴巴，用嘴巴。好 ，OK。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句：现代人用电子邮件。好，这个用有一点是 to use or like by or via。OK， 使用。电子邮件 email 电子邮件传递消息 OK 电子邮件是一种 social media right 是一种 social media 现代人 means modern people 现代人用电子邮件传递
消息，不是用嘴巴了，它是用电子邮件 social media 用电子邮件来传达消息传达消息。好，我用 WhatsApp 来传递明天的课程。OK， 这个像 fathom 这个句子，我觉得太 formal 了各位同学，一般来说，传递跟传达都是一个比较正式的、比较 formal 的一个词汇。一般你可以说告诉我把，比如说我可以说我把明天的 schedule 告诉我的同学，这样就好了。一般来说，在我们的 casual conversation， 我们比较少用传递或传达 because they sound very formal. Actually, we say 告诉。比如说 fathom 这个句子，我会说我把明天的课程告诉我的同学，用 WhatsApp 来告诉我的同学就好了。用告诉其实是比较常用的好 ，Hello Teresa。Norbert 说，老婆用手指传递老公来的信息。今天，好奇怪哦，不会这样说不会这样说。Norbert， 我们就说老婆传来信息说，老婆传来信息说今天晚上是在沙发上睡觉好 ，OK。好，如果 Fathom 说，What if I forward my teacher's message to my friend？你可以说把老师的讯息转告，也可以转达也可以了我把老师的信息转达，或你用转告，或你用告诉我的同学。OK， 各位同学 ，Fathom 问说老师的 message，but actually 老师的 message is you're like you know teacher's message right first, and now you want to convey this message to your classmates. So it's also like by your mouth, right? 转达转达或告诉或转告OK， 这两个词其实是非常相似的词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更细的地方、更细节的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 Let's practice more now。好 ，somebody oftentimes is somebody, OK? Somebody 把 something 传递给 another person, OK? 一个人把一件事情或一个东西传递给另外一个人，或者你可以说传递下去。下去 and 出去 are verb complements. Okay, so you can say 传递下去 or 传递出去。What's the difference? Okay, I'll tell you about the difference. 传递出去 oftentimes is like this. 各位同学，传递出去传递出去 means 传递出去 ，for example， 传递出去 ，you're giving something to someone， 传递出去。How about 传递下去 ？How about 传递下去 ？OK， 传递下去 means 你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再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再给下一个人。So 传递下去 is like continuously passing something。传递出去 you just pass on something once. But 传递下去 that means you continuously pass something to someone else, to someone else, someone else. Okay, so that's the difference. 传递下去 means like continuously you're passing something on. Okay,
所以各位同学，传递出去。Now this example is 传递出去。You just pass on something once. OK， 好，运动员，好，火炬 torch 火炬，好，传递出去，把 OK， 答案是什么？这个例子是用手比较正式一点的用法，用手传递出去好。好的，慧君说，运动员把火炬传递出去。So when I hear 出去的 means just pass them once. OK， 好，传递出来，艾伦不太常用传递出来不太常用传递出来。佩霞，运动员把火炬传递出去。OK，very good。Hello， 用运动员把火炬传递出去 ，very good。Hello，assist。好，雅正，运动员把火炬传递出去 ，very good。How about 传递下去 ？Oftentimes it's like you pass on something to one person, this person pass on something to anoth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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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another， 传递下去 ，OK。好，一样，把 something 传递下去 is like one to another, to another, to another person. So that's like continuous. OK， 好。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行动，对不对？用手，用行动。好 ，OK。我们看一下题目：爱和善意 ，love and 善意是很好的词汇，把它记起来。善意就是 goodwill，goodwill， 爱和善意。So you see， 传递下去 means pass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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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ward. OK， 好，下去传递把。好，我们也可以传递文化，我们也可以传递经验。文化 means culture， 经验 means experience。OK， 请问答案是什么？好 ，Fathan 说把爱不是爱情啦，把爱。爱情 means like romance，OK， 爱 love，OK， 好，颗粒把爱和善意传递下去 ，OK，so whenever I hear 传递下去 ，I'll see this one person to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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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ther. So that means 传递下去 ，OK。OK， 再来是汉平把爱和善意传递下去。好，米磊把爱和善意传递下去。好 ，FF 把爱不是爱和善意传递下去。好，用把爱和善意传递下去来 pass forward love and goodwill， 很好把爱和善意传递下去。好，玫瑰把爱和善意传递下去。好，听得懂吗？善意是什么意思？善意叫 goodwill， 善意就是你用善良的心去对待别人善意表示你对别人很好，你用善良的心去对待别人你对别人很好，然后你对，就是对别人很好的意思，就是善意好，所以各位同学，我们中文说善意，你们知道善意的 opposite 是什么呢 ？Like bad will。好，善意的 opposite， 我们对别人要有善意，不要对别人存有恶意。好，我们的善意的 opposite 就是恶意。恶意就是 like evil will, bad will。好，善意的 opposite 是恶意，就是 bad will, evil will。好，这个 Delia 说受到了你的善意，我们通常说接受到你的善意，接受到你的善意。好，你也可以说感受到你的善意。好，接受 means accept， 然后感受到 means to feel。好，我们通常的这个 collocation
恶意也不是骂人，不一定是骂人，恶意就是对别人有很不好的企图 bad attempt. When we say 恶意 actually you have bad attempt. You want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person. You want to make use of this person. Or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bad to this person. 他们这些意思都是恶意的意思哦，恶意。好，那我们如果用善意，我们常常说接受你的善意 accept your goodwill. 感受你的善意 I feel your goodwill. 可以这样说。你的心意你的善意我心领了。你的善意我心领，可以听得懂，善意我心领了。你的好意，通常我们会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会说你的善意。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对，我不听得懂啊，这个15同学听得懂，但是我们平常不会这样说。我们平常会说，15同学，我们平常会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们常常这样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I'll do it myself. Okay, I accept your goodwill, but I will still do it myself. Okay, 好的，有没有问题？今天的这个词汇比较难比较难。好，广告时间，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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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mbs up, subscribe, share, please. Be my YouTube members, please. And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很好。OK， 各位同学，我们再来看一下传达跟传递到底有什么不同。一般来说，传达是用嘴巴告诉别人so it's like convey verbally。第二个意思就是 something conveys a kind of meaning。所以各位同学，传达的第一个意思是我用说的告诉别人，我用说的去告诉其他的人，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这个歌、这首歌、这首诗、这个作品给我什么样的感觉？这幅画给我什么样的感觉？这些 works give you a kind of feeling or emotion。你也可以用传达。所以传达有两个意思传达有两个意思 OK 好，所以我可以说表达，这里的传达就是表达的意思 express 表达出情感 emotion 表达出意义 symbol or meaning OK 好，那传递 oftentimes is like you convey or pass on something by actions or social media or by your hands. OK， 所以这个叫传递通常不是用说的，通常是用手或用行动或用社群媒体 social media 来让别人知道这个是传递。So it's like we can say 传递。So we can say 传递知识 to pass on knowledge. 我可以说传递信息 to pass on messages. 我可以说传递经验 to pass on experiences. 我可以说传递文化 to pass on cultures. OK， 好，那我也可以用手传递我可以说用手传递 pass on 用手传递。传递出去，传递下去。Okay, so that's the way we use it. 好，听得懂吗？可以好，各位同学，传递，我们把它分开看。我们平常在 casual conversation, we don't really use 传递 for passing something by hands. In casual Chinese, too formal, 太正式了。我们不会说传递东西，很少，因为太正式了。那中文到底要怎么用 pass the object to another person？
oftentimes we will say 传 or 递 only. So now let's see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传 and the 递. 它们都是 verb and they are often used in daily conversation much more than 传递 together. We will separate it. Okay. 对，手势可以传递讯息，很好的句子哦。各位同学，传可以 use alone， 可以单独使用，而且很常用哦。好，它的意思是 to pass an object to somebody or like one by one. 好，老师这里写个远，表示 like oftentimes will pass it on a long like in a long distance. For example, 我们会说传考卷。传考卷，各位同学，考卷就是 test paper， 考卷，传考卷会怎么传？你看 one to another， 传考卷 ，OK， 传考卷 ，so it's like one by one， 而且会传的比较远一点 ，a little bit farther. It's not just here. It's like this, like 比较远一点啊，比较远一点，传考卷。所以我们会说，把考卷传下去，传考卷。So it's like the distance is a little bit longer, farther, long distance, and it can be one to another person, to another person, to another person. 我们会说传考卷 ，OK。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传球 ，OK。你们一定有看过 NBA， 对不对？那个球员会传球 ，It's like a long distance, not that close, right? 传球，你可以说把球传给我，你可以说传球 ，OK? So it's like pass on the ball to another person. 我们说传球 ，OK? 听得懂？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用递这个字。递这个字呢，一样是 pass an object to somebody， 但是它是比较近的，两个人比较靠近的时候才会用的。两个人比较 close 的时候，比较不是 close， 比较 near 的时候，两个人在一块比较近的时候才会用递。For example， 如果呢你要盐巴 ，you need the salt， 我们说 pass the salt to me。那中文可以说把盐，盐就是 salt。把盐递给我，所以你们两个人一定比较近，对不对？来，把盐递给我。OK， 我们说把盐递给我，我们比较不会说把盐传给我，好像很远，但是没有那么远，你们比较近，所以是把盐递给我。好，你也可以说 for business Chinese, you can say 递名片。名片是什么意思呢？名片是 name card 或者叫 business card， 对不对？名片就是商务中文的时候你跟别人做生意的时候，你要递名片，名片上面会有你的名字，还有你公司的名字，对不对？还有你的联络方式。名片，递名片，你们两个人很近，把名片递给我递名片 business card， 所以你可以用递来表达 pass an object if two people are like very close, very near, okay, very near, you can use 递. If like two people or more people, and one by one, okay, 一个可以用传，或者是距离比较远，你也可以用传的距离比较远也可以用传的好，对，你可以说把球传给我李宁老师来了，欢迎李宁老师请你把你的地址传给我。各位同学，请把你的地址传给我。这个句子是对的，但是各位同学，你觉得那个人会用什么方式把地址传给你 ？OK， 这个配辖这个句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常用。请把你的地址传给我。各位同学，你觉得他会怎么给这个人？他会怎么把地址传给那个人？其实是传递给我，传递给我。But we don't really say 递
engage your Chinese. So when you say to someone, 请把你的地址传给我 I will think about, 请把用什么？如果我听到你说，请把你的地址传给我，请把你的地址 like text me or email me or WeChat or something else. 所以这里的传递，我的感觉是你会用手机传那个 text 给我，你可能会用 email 传给我。所以你用传就有这样的意思，传递的意思就是 like social media or email,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是传达的意思，是传递。但是我们口语中 in casual Chinese we say 传给我 only. But you cannot say 递给我 because you two are not very near, right? 不要说递给我，你要说传给我 then I'll know 你用手机吧，你可能用 email 吧，用短信吧，或发简讯吧，都有可能。这个就是传给我的意思 like pass by email, something like that. 对，没错，可以用微信，可以用手机发短信，用邮件，对，或发简讯。所以这个配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配辖的意思给我的感觉就是请把地址传给我，请把消息，请把这个信息传给我。maybe text me, email me, something like that. OK， 好的，听得懂好，了解了吗？通常我们用递这个动词的时候，两个人一定不会太远，两个人会很接近。像如果我说把盐递给我，这个人就在 maybe the same table, right? You're at the same table. 所以你可以说把盐递给我，因为你们不远，你们两个人很近。你也可以说把名片递给我，递给我你的名片，因为你们两个人很近，没有很远，递给我。所以递通常是比较近的传会比较远一点，或者是透过社群媒体 email 之类的，或者用手传到比较远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用传。然后传递也是一个动词传递也是一个动词好的，听得懂吗？对，递也会用比较具体的东西，没有错 Cnep 递会用比较具体 concrete things like salt, right? 都会啦，传也可以用具体的东西，传也可以用具体的东西传达是用说的，传递是用手，或者是用社群媒体，或用一些媒介用一些 medium， 好，用一些动作。好，把微信的红包转给我，可以啊，可以啊。那你这个转就是 forward 的意思了，另外一个意思 forward forward 转给我可以，那是 forward 的意思好 ，quiz time 传达、传递、递，好，队长了撤退的命令。好，撤退的意思就是军队军队 army or troop 撤退，离开了那个地方，离开了那个 the place。撤退 means the army or the troop retreat from the place, the original place， 这个叫撤退。好，命令 means order， OK， 撤退的命令。队长什么了？撤退的命令。好，所以我们的队长是海绵宝宝 SpongeBob 海绵宝宝说撤退 OK， 请问答案是什么？传达呀，队长传达了撤退的命令，什么意思？队长告诉其他人撤退了 let's retreat， 告诉大家传达，对，队长传达了撤退的命令。好，很好，地方传达配辖传达，裴静传达，汉平传达，很棒 OK， 所以各位同学通过例句你比较知道怎么使用传达跟传递我们通过例句来学习这两个词汇SpongeBob 怎么说？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 SpongeBob 海绵宝宝，你们有没有看海绵宝宝 SpongeBob？ 好 SpongeBob 叫海绵宝宝，海绵宝 It's like a spongy baby in Chinese. Spongy baby in Chinese. OK， 好，哎，小时候有看过海绵宝宝，对不对？好 ，OK。好 ，Number 2， 第二题，传达、传递、递，书是知识的工具。好，工具就是 tool， 知识 knowledge。OK， 书是什么什么的工具。好，什么什么什么的。Here, the is like the marker to, yeah, we have talked about it, relative close, right? Relative close in English. 好，这个的就是这个 that 的意思啊，这个的就是这个 that 的意思啊。好，书是什么知识的工具？传达知识，传递知识，传递知识。好。玫瑰，书是传递知识的工具，很好，传递比较好。好，书是传递知识的工具，哦，不是传达。各位同学，传递知识 is a kind of collocation, and oftentimes 人才可以传达 a message， 人才可以传达一个信息嘛，书不是人，对不对？但是书可以传递知识。我们常常说传递知识、传递经验、传递文化啊，这些都是常用的 collocations。传递知识、传递经验、传递文化啊，比较常用。OK， 对，传递啊，书是传递知识的工具。各位同学，传递知识 to pass on knowledge。传递经验 to pass on experiences， 传递文化 to pass on cultures。 为什么这些会变成一个 collocation 呢？因为这个传递通常也有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lik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so it's like one to another, one to another,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generation, another。所以传递都有这样的感觉，一个接着一个这样的感觉哦，所以这个有一种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的感觉哦。好 ，OK， 好，没问题，答案是传递哦，答案是传递。来，下一题，传达、传递、递。好，请问答案是什么？雷曼把盐什么给我？雷曼把盐 salt 盐什么什么给我，可以啊，风俗传递风俗，传递习俗，传递习俗，可以应该没问题哦，传递好。好，请问答案是什么？雷曼把盐递给我，雷曼把盐递给我，好，递给我，对，递，好简单，对不对？好，递给我，宋平，雷曼把盐递给我 ，Christina， 雷曼把盐递给我，传给我。如果春娇说把盐传给我，可能那个地方很远，把盐传给我，哦，可能很远很远很远的感觉，递比较近啊，传给我感觉那个盐很远呢，把盐传给我，哦，很远的感觉。好。对，我是台湾人，没有错。各位同学，老师有个问题问你，我们可不可以说雷曼把盐传递给我？可不可以？你觉得可不可以说雷曼把盐传递给我？你觉得呢？不可以，太正式了，我们不会这样说话。雷曼把盐传递给我太正式了。像这句话一定是一个 casual Chinese。雷曼把盐传给我，一定是把盐递给我 ，that's the casual Chinese。所以各位同学，
在这样的 example sentence 里面，我们不要用传递，因为传递 if you're talking about pass the object to someone, oftentimes we use 传 or 递. We don't really say 传递 to means to pass something, to pass an object to someone. We don't really use 传递 in this case in daily conversation. 就递就好了，对，太正式了。如果你说雷曼把言传递给我 ，What? You're a news reporter? You're 太正式了，这样讲话很奇怪，大家会觉得啊你在说什么？太正式了太正式了。一般来说，我们用递就可以了。雷曼把言递给我，雷曼把言传给我。如果很远的话，雷曼把言传给我，雷曼把言传递给我，然后我会这样把言传递给我，太正式了。We don't talk like that， 太正式了。正确答案是递就可以了递就可以了好，皇帝为什么是皇帝？把言传到 no， 我们不会这样说话啦我们不会这样说话。Christina， 一般来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不会说雷曼把言传递给我，太正式了太正式了。好，各位同学，你看，运动员把火炬传递出去，为什么这个句子可以 ？Why? This sentence is okay here. Because I think this sentence may be in a newspaper, or maybe this sentence is in a piece of TV news. 这个句子可以这样写，是因为这个可能是个新闻报道。这个可能是一个报纸上的一个的一个新闻，所以我觉得 OK。运动员把火炬传递出去 ，because I think this sentence is from a news story, from a like TV news， 所以我觉得这个句子是可以的可以的好，这里因为这个句子本来就比较正式本来就比较正式好。好，把盐送给我。好，来，各位同学，我们来 Let's talk about 送评的句子。我们讨论一下送评的句子。把盐送给我是什么意思？来，很好玩哦。雷曼把盐递给我，雷曼把盐传给我，比较远一点。如果送评说把盐送给我是什么意思？哎呀，这个盐好好吃哦。我的了，把盐送给我，所以送评，如果你说送给我，它的意思是，这个盐是我的咯，你已经送给我了。OK， you gave the salt to me, the salt is mine。送给我的意思就是这是我的了，对，这个盐已经是礼物了，对 ，a gift， 对，这个盐是他的了。所以各位同学，哇，中文好难哦，中文的意思好多，递给我。比较近，两个人比较近，传给我，哎呀，好远啊！这个盐我好喜欢哦，把盐送给我，这个盐是我的了，这个盐是我的了，可以带回家了，可以带回家了老板啊，老板把盐递给，可以，老板可以的，不管用传或递都可以，但是不要用传递actually。我这样说好了，各位同学，传递传递我们一般说话是不会这样说的，把盐传递给我。We never ever talk like this. Whoever the person is， 不管他是你的爸爸妈妈、老板或总统或拜登 ，No matter whoever the person is, we never ever use 传递 to mean to pass an object to someone. We just say 递 or 传 in our daily conversation. OK， 好，克利要走了，好的，没问题。发给我we don't say 发给我，发 is like a message or a text。好，对，传其实也很少说，传的话。像这个玲玲老师说的，传比较有一些固定的，像传考卷或传球这些。
哦，船其实一般也很少用，比较近的，像我们在餐桌上面都比较近，递比较常用，把盐递给我比较常用哦。好，好的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下一题，传达、传递，还有递。好，这首诗出他的爱国情操。好，这首诗，首是诗的量词 ，this poem 传传什么出他的 his 爱国情操 patriotism。爱国情操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很爱你的国家 ，you love your country so much。爱国情操，你很热爱你的国家，你非常爱你的国家，叫爱国情操。好，请问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传达，传达，传达。好，把盐给我就是给我不用钱，对。把盐给我 also means this is mine， 这是我的了啊，这盐是我的了，把盐给我啊。好，传达很好，这首诗传达出他的爱国情操。哇哦！所以各位同学，我们的主语不是人了，我们的主语是 something or 一个作品、一首诗、一幅画。所以这个画给我什么样的感觉？这首诗给我什么样的情绪？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传达哦。你看了这幅画，哇，我觉得很想哭。我看了这幅画，我觉得很快乐。所以这幅画也可以传达出一些 message or emotion or feeling。OK， 所以可以用传达哦，很好。好的，这首诗传达出他的爱国情操。好，泰国人没有这种情操。OK，I don't know。好，cnet 传达，对，可以用表达啊，这里也可以用表达，很好，可以用表达啊。好，裴静这首诗传达出他的爱国情操，爱国情感操。爱国情感操 is like a kind of exercise, you know. 爱国情爱国情感操 is like a patriotism exercise. It sounds very funny. 好 ，OK， 啊，裴静没关系，老师知道你打错字了啊。好，佩霞，这首诗传达出他的爱国情操，用这首诗传达出你看了这首诗，你可以 feel his patriotism. After reading his poem, you feel his patriotism. 所以传达出那个感觉哦，好，表现出的意思，对，很好。好的 ，OK， 所以这里的传达其实表现出来或呈现出来，或者是表达出来的意思哦。好 ，OK， 好的，各位同学，对这个，因为裴静你说这个爱国情感操 is like patriotism exercise， 嘿嘿嘿嘿 ，like it's a kind of exercise, and this exercise showing your patriotism。我很爱国，我非常的爱国，我非常的，oh, it's like this. OK， 好，好 OK， 好 OK，That's all for today。各位同学，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哎呀，今天的课好难，对不对？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学习。今天的课有点难哦。那我爱国情感操。好 ，OK， 因为各位同学，操有一种操也是 exercise 的意思哦，操这个字也有exercise。OK， 好，好，那各位同学，明天是我们的聊天课了。如果你要跟老师聊天的同学，欢迎你们明天来 have a chit chat with me。明天见，拜拜。